最近后台快被你们问爆了，你们一直想知道的是我到底是怎么学习中文的，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就成全大家，我要毫无保留的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学习计划，我具体用哪些工具，还有就是我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等等。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，那就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。其实啊，我作为一个医学专业博二的学生，我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，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多时候都会超过60个小时，周六周日都没有，很多时候我都得去实验室加班，还有就是我不是在实验室，就在家里拍视频、剪视频、写脚本等等。所以很多人可能在想啊，既然你这么忙，那你还有时间学习中文吗？当然是有那么一点点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要带大家体验一下我这个整个学习流程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咱们还是进屋聊吧，这有点冷，这风有点大。首先，我要澄清一个最重要的点，我能坚持下来，不是因为我有多自律，意志力有多强之类的，而是因为我每天特别期待学中文。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这儿有点凡尔赛，不是的，我只是做到了关键的一步，我把中文彻底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，让它不再是任务，而是娱乐。咱们来看一下我一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啊。我一般早上7点起床，健身、洗漱等等，上午10点就到实验室开始做实验，下午5点到7点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这个时候就可以下班。但是这完全取决于我的细胞们配不配合。不得不说，前几天我连续好几天8、9点才能出实验室，累死我了，算了，真的。晚上我也经常花很多时间写视频脚本、剪视频、回我学生的邮件等等。每个周末不是在实验室，就是在拍油管视频，所以周末的时候也基本上一直在工作。这还没有算上我需要买菜、做饭、准备午餐的时间。你看啊，光是工作就占了我大部分时间。那一周60个小时的工作之外，我学习中文的时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分配我的这个中文学习时间。其实不得不说呀，我平时不怎么记录这些，但是今天呢，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我是怎么分配中文学习时间，我给大家专门做了这些统计图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阅读的话，我每周读大约1到2个小时，听力的话每周10到14个小时，这就是我学习中文的大头啊。口语的话，这个比较难算，比较随机，大概5到10个小时吧。做暗记卡片每周不到1个小时，先别惊讶啊，我等一下就告诉你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。复习暗记卡片每天20到30分钟，平均下来往高了算，我每天花在中文上差不多4个小时，往低了算也有2个小时左右。但注意啊，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啊，这些数字有很大的弹性。我从来不纠结今天有没有学够3个小时，我只有对自己的一个最低要求，再忙再累，哪怕天快要塌下来，我也要完成当天的暗记卡片，再听1个小时的中文。这一点我强烈建议你也要有，这叫保底机制，保证你再忙，中文也在往前走，而不是在原地踏步，甚至退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挖的再深一点，我每天具体在输入什么？通勤路上，我必须得安利一下我最近非常上头的2个中文最昂播客，落日之后和尼达播客。除了这些以外，我也会听很多其他的啊。你看啊，这些都是我平时听的播客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2个播客故事太精彩了，我每次都听得特别的入迷，
恨不得录再长一点。这叫无痛学习，我希望大家也能达到这么一个状态。晚上回到家，我会看 YouTube， 比如小林说帅 so serious， 这还有其他的一些油管频道。说到帅 so serious， 其实我特别有成就感。刚开始学中文那会儿，看他的视频，觉得真的是地狱难度，语速太快，专业用语也太多了。但我前2天无意中点开一条我当年觉得巨难看懂的旧视频，发现竟然能100%全看懂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爽了。所以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建议，多回去看你以前看不懂的东西，说不定你的大脑就会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。我睡觉前有时候会看番茄小说里边的科幻悬疑小说，有时候也会翻一翻实体书。我知道你们最期待这个，我到底是怎么做到每周只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做 Anki 卡片的？在聊工具之前，必须先聊选材。如果你还在初中级水平，你加每一张卡片前必须问自己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东西常用吗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下次找语伴聊天能马上用上吗？然后只有这2个问题的答案是，你才能去加这个 Anki 卡片。这能保证你学的都是高频词，能直接帮你提高口语的东西，而不是浪费学一些比较小众，就是可能用的特别少，没有那么常用的东西。现在我把加卡片的这个流程完全自动化了，通常分3种情况。我现在一个一个的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情况1，我在看油管视频的时候，发现一个生词，然后这个词我一看就觉得很有用，而且视频正好有西西字母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会直接用 Language React 这个工具，一点那个生词就能直接生成卡片，非常的方便。但是呢，不得不说呀，有的时候这个翻译会稍微有点小问题，所以我得稍微改一下，然后就搞定了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已经给我省了80%的时间。我以前自己写卡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费劲，非常的费时间。所以自从我发现了这个 Language React 这个工具之后呢，我就发现我在加卡片所花的时间真的是大幅下降。情况2，我发现这个生词很有用，但是语境不太行，或者没有字幕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Language React 就用不了，因为 Language React 是完全依赖于那个西西字幕。所以我会把那个生词给复制粘贴到 ChunkDeck，我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用的这个 AI 工具，然后它能自动生成卡片，就是它会给你3个非常地道、非常自然、非常口语化的例句，然后你就选一个就行了，然后它会给你生成卡片。情况3，语境有用，但是没有西西字幕。像情况2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办法用 Language React 去自动加卡片，所以我会把原句抄下来，就抄到我的这个 Notion 笔记里头。就是我积累的这些例句足够多的时候，我就会复制粘贴到 ChunkDeck。对了，在这里要强调一点，其实我是中初级水平的时候，我加 Anki 卡片也好，或者是列好自己的学习重点也罢，其实我都会把重点放在学习语块和学习句型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你学会了一个句型之后，你就能造无数个句子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给自己的这个学习时间加杠杆的方式。但是呢，很多人可能在这儿有疑问，就觉得那我到底该怎么学习这些句型呢？我应该学什么样的语块呢？其实在这里我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2个 PDF。第一个会教你50个句子开头，我还有一个 PDF 专门教大家30个母语者基本上天天都用的句型。好，那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到下面去下载一下。通过这种自动化流水线，我每周只需要集中处理1次，不到1个小时，1周的卡片就准备好了。
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光是输入还不够，还得输出。除了找朋友聊天以外，我还有一个独门秘诀：自言自语。如果说你是初中级，用中文描述你周围的环境就好了。就比如说抽纸、鼠标、显示屏、电脑、键盘。如果你已经达到了高级水平，那么我建议你尝试用中文跟自己说一下今天的计划。就比如说等会儿我要去洗个澡，然后看一集电视剧啊等等，就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就是时间长了，你就会发现你可以慢慢开始用中文思考。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。那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呢？第一，融入生活，把中文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就比如说洗碗的时候听播客，睡觉前看小说，在去实验室的路上听播客等等。第二，降低阻力，这就是最关键的一点。那么怎么降呢？用工具，比如用成 Deck 和 Language React 自动化做卡片，提前准备。就比如说提前下载好播客，免得路上没网，然后听不了，或者免得你的这个选择困难症犯了，然后你不知道到底该听什么。最后呢，就是跟着兴趣走，看你自己喜欢的视频，而不是教材。我觉得学习中文这个东西吧，就像做饭，如果你把做完饭这个大任务拆分成洗菜、切菜、开火、炒菜这一个个小步骤，你就会发现做饭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。学中文也是一样的，最好把它拆分成非常小、非常简单的任务，就比如说刷5分钟的 Anki， 自言自语3分钟，听10分钟的播客等等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觉得学习中文这件事情轻松很多，而且更容易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。就是这样的话，你更容易把学习中文这件事情养成一个习惯，然后习惯成自然之后呢，你根本不用靠意志力，也不用靠动力去坚持下去。如果你想看这条视频英文版的讲解，还有更详细的了解我怎么用油管和 Anki 这2个工具更有效的学习中文，那么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眼这条视频，你点进去看就行了。好，那我还是得回到实验室卷去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